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订单块在执行交易机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被聪明的货币交易者广泛使用。然而，许多交易者难以识别有效且高质量的订单块，从而使他们的交易面临风险。无法识别有效和高质量订单块的交易可能提高风险，并导致重大损失。在本集教学中，我们将深入研究订单块的复杂性，探索各种类型，并提供有关如何识别高质量订单块的详细指导。我们将揭示在实际价格图表上发现高概率订单块所需的规则和标准，并利用市场中的订单块的买入和卖出模型。因此，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给该视频点赞以展示支持。如果您是新人，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开始了解订单块的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基本订单块。在看跌情况下，基本订单块是指与急剧大幅下跌之前最后一根看涨蜡烛相对应的区域。将这些区域视为潜在反转区域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它们代表了在某个事件之前形成重大市场变动操纵的区域。交易员将这些区域视为大量已执行的买入或卖出订单区。因此，当价格到达这些区域时，我们可以利用价格反转和方向变化的高概率做交易策略。在此事例中，我们看到在最后一根看涨蜡烛形成后，价格急剧下跌，导致市场出现低效率。然而，价格最终回撤，填补了下跌过程中产生的流动性。结果，订单块被缓解，表明市场交易者已经成功完成了他们的买入订单。随后，价格再次反转并继续下跌。第二种类型的订单块称为基本波动订单块，这当价格在看跌情况下改变其主要方向后未能发起强劲或显著的波动时，就会出现订单阻塞类型。基本波动订单块的形成在向下波动之前第一根看弱的跌蜡烛，它代表了市场缺乏继续先前看涨趋势的动力，可能表明市场情绪出现逆转或变化。第二种类型的订单块称为基本波动订单块，这当价格在看跌情况下改变其主要方向后未能发起强劲或显著的波动时，就会出现订单阻塞类型。基本波动订单块的形成在向下波动之前第一根看弱的跌蜡烛，它代表了市场缺乏继续先前看涨趋势的动力，可能表明市场情绪出现逆转或变化而继续下跌。第三种类型是基于影线订单块，在看跌情况下，当最后一根买入蜡烛或第一根看弱的蜡烛影线大于整个蜡烛的一半时，就会发生影线订单块。蜡烛的影线被视为订单块，而忽略蜡烛的主体。与将整个蜡烛视为我们感兴趣的区域相比，这种方式提供了优化且更小的区域。正如你所看到的，价格急剧下跌并创造了一看跌的结构破坏，所以很明显，位于这蜡烛是价格创造急剧下行走势之前形成的看跌的弱蜡烛。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蜡烛的影线大于整个蜡烛的一半，我们应该显示整个影线是我们的订单块，而不是整个蜡烛的大小。那么，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订单块类型——吞没订单块。在看跌情况下，当最后一根看涨蜡烛的整个主体完全被后续蜡烛吞没时，就会出现看跌吞没订单块。通过突然且显向下波动的动力，这表明抛售压力大量涌入，压倒了随后的购买的力量。在这事例中，我们看到市场动态发生市场惯性改变，因为价格突破结构而向下，这表明之前的上升趋势的特征发生了变化。我们关注的蜡烛是最后形成的看涨蜡烛，仔细检查其整个主体后被下一个的看跌蜡烛吞没，表明看跌势头强劲。我们将把整个蜡烛视为感兴趣的区域。让我们看看下一个订单块类型——失败订单块。失败订单块是失败的订单块已被突破并转变为另一个供应或需求区域。在图表里，如你们所知，市场会忽略订单块的供应和需求区的原因很多，包括市场结构的转变、被高估或超卖、进入更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或关键流动性区域可能在订单块的下方或上方。当有效订单块无法拒绝价格时，价格突破成为供给或需求水平时，我们称之为失败订单块。当价格突破大动能蜡烛并出现小幅回调时，失败订单块通常是最有效的。
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您可以看到价格推高并突破了带有大动能蜡烛的订单块。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最终回落到失败订单块，而且很显然，在失败订单块缓解后，价格急剧上涨，忽略了位于极端的基本订单块。那么，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订单块类型——中间枢轴订单块。中间枢轴订单块指在强烈的看涨或看跌走势中形成相反颜色的蜡烛，该蜡烛充当潜在的反转信号，它标志着当前市场方向可能发生逆转或暂时暂停。我们将这些区域视为潜在的反转区域。其背后的心理是价格在到达这些区域时有反转和改变方向的趋势，它们是表明市场趋势的重要信号。当前趋势可能会失去动力或进入盘整阶段，因此我们将市场中的这些区域作为需要密切关注的潜在反转区域进行监控。我们已经彻底覆盖了交易者经常遇到的主要订单块，将会出现在真实价格图表上，这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如何识别它们。现在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探讨如何可以使用订单块，将其纳入我们的交易计划中。这些进场模型将作为交易的有效工具。执行交易时，我们可以使用订单块的4种主要的入场类型。具体入场类型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市场因素，例如市场走势、交易时段、波动性和其他相关因素。通过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可以选择最有效执行交易的条目类型。第一种进场方法涉及使用影线来执行此类进场交易。在识别出有效的订单块后，我们直接在影线下买入或卖出订单。在卖出的情况下，我们会将止损设置为价差高于订单块的较高影线上。此入场设置提供了更宽的止损幅度。然而，使用这种类型的输入会增加您的入场被触发的可能性，因为价格可能只是触及影线，然后推向您预期的方向。第二个进场方法称为主体进入。在这种方法中，一旦识别出有效的订单块，就会根据卖出的蜡烛主体放置入场点，止损设置为高于订单块较高影线的价差大小。与之前的入场类型相比，这种进入方法通常提供更高的风险回报比，因为止损更严格。这种方法的风险稍高，有可能价格只会触及订单块的影线，然后朝预期方向移动，而不会触发您的买入或卖出订单，这有可能错过潜在有利可图的机会。让我们转到下一个入场类型。第三种入场类型是在识别出有效订单块后，将入场点放置在订单块区域的终点。在看跌情况下，止损位于订单块最高点之上的价差。这种入场类型提供的回报风险比至少是所提到的常规入场类型的2倍。这是由于精致的入场点以及较小的止损尺寸。这正是为什么这种入场类型作为我喜欢的方法之一。通过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在有效管理风险的同时提高交易的盈利能力。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下识别市场上高质量订单块的规则和标准。为了识别高成功概率的订单块，我们必须遵循4个基本规则。第一条规则规定，高质量订单块必须会有低效率。低效率是指市场上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不平衡，导致需要填补的不平衡。这通常被观察为蜡烛内的缺口。为了清楚起见，让我们考虑2种情况。如果3根蜡烛序列没有表现出任何间隙，则被认为是没效率的例子。另一方面，如果蜡烛内存在间隙，则表示低效率。第2条规则强调，高质量的订单块必须导致市场结构的破坏或市场惯性改变。市场结构的破坏或市场惯性改变是表明市场将继续其初始方向，还是将经历逆转的重要信号。第3条规则，价格必须在到达订单块之前扫过一个流动性区域。通过价格在到达订单块之前扫过一个流动性区域，交易者可以提高订单块作为潜在转折点或感兴趣区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该规则确保在考虑进行交易决策之前，有足够的市场参与度，并确认订单块的重要性。流动性是图表上的一个区域，其中有大量资金正在休息，例如止损和买入或卖出订单。当交易者被止损，市场吸收与止损相关的资金，市场不断寻求吸收这种流动性以产生动力。本质上，流动性是市场的命脉，在其整体动态和运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经常猜测中央银行是大型金融机构，
可能会操纵市场，创造一些场景，欺骗交易者相信他们对价格行为有清晰的了解。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价格在到达我们确定的订单块之前横扫流动性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该订单块视为成功概率较高的区域。其基本理论是市场依赖流动性来维持。如果价格在到达订单块之前未能扫清流动性，则发生变动，价格更有可能利用该区域作为价格来源的流动性来推动其动力。识别市场中的潜在切入点，可以影响我们的交易决策和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2次看涨的结构破坏，导致形成2个不同的看涨订单块。在上一个订单块没有反应，价格经历了向下的推动，扫除了订单块下方积累的流动性以及相同的低点。价格没有从上一个订单块反转的原因是在到达它之前缺乏流动性扫描模式，因此价格利用该区域作为流动性来源推动其势头。相反，从极端订单块的反转可以归因于当流动性被扫或同等低点时，价格聚集了动力，并在到达订单块后获得了向上移动所需的燃料，价格立即反转并大幅向上移动以席卷买方。因此，极端订单块在交易机会方面呈现出更高的成功概率，由于流动性扫描。第4条规则是未被缓解，订单块被视为一次性使用，这意味着我们关注价格首次进入订单块时的交易机会。一旦订单块被缓解，我们不会将其视为未来交易感兴趣的领域，因为一旦订单块被缓解，意味着价格已超出其边界，并且低效率问题已得到解决，它失去了作为交易区域的意义。后续重新测试订单块可能不会产生与初始入场相同的交易机会。在本集中，我们全面介绍了订单块的基本方面，包括如何在市场上准确识别订单块并识别高质量的订单块。此外，我们还探讨了可用于订单块的不同入场类型。感谢您的观看，我希望您发现该视频内容丰富且有用。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和点赞按并打开通知铃铛，以随时了解我们的最新视频。我们重视您的反馈和建议，因此请在下面留下您的评论，让我们知道哪些主题您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视频中进行介绍。我们感谢您的支持，并期待在下一集中见。